第141章第1页。摸了摸衣兜内的第9律符咒，克莱恩调整了身高和外貌细节，与艾米留斯·利维特上将再没有任何区别。他从杂物房另外一道门离开，沿着安静的走廊往总督府主建筑行去。一路之上，偶尔有侍者和女仆经过，但都无人敢直视克莱恩。刚看见那身海军上将服，就纷纷退到两侧，低头行礼。随便一个身高差不多的人穿上这身衣服，估计都能直接混进宴会大厅。不得不说，有的时候扮演大人物要比扮演普通人容易。克莱恩目不斜视，保持着那种严肃的姿态，不快不慢地走向了铺着黑色石砖的过道。悠扬美妙的旋律若有似无传来，两侧典雅的壁灯燃烧着煤气，点亮了黑暗的环境。克莱恩刚接近一处休息室，就看见房门敞开，一位同样属于中年的男子早在等待班走了出来。这男子黑发蓝眼，五官轮廓与艾弥留斯有5、6分相像，只是额头偏高，眼袋微肿，嘴角尚未下垂。他正是艾弥留斯·利维特的幼弟奥斯顿·利维特。这位先生曾经也服役于海军，靠着在南大陆殖民地立下的功劳，一路升迁到了上校直阶，后来厌恶了军旅生涯，加上政治的平衡，转而接受委任，当起了总督。他在奥拉维的5、6年里，出于对这座岛屿位置和资源的看重，推动利维特家族在本地大量收购田产和庄园，自己则顺势拥有了为数众多的土地。这并不是说完全靠权力获得，奥斯顿和利维特家族付出了足够的金钱，甚至通过银行贷的笔款，没有像在拜朗东海岸一样以非常低廉的价格强占原本属于福萨克人的土地。当然，如果他不是奥拉维总督，他哥哥不是中苏尼亚海的海军最高统帅，利维特家族也没那么容易说服目标卖掉优质田地或庄园。考验来了，克莱恩平静靠拢过去，停在了奥斯顿·利维特的面前。奥斯顿左右看了一眼，低沉开口道：“那件事情考虑的怎么样了？”什么事情？克莱恩先是茫然，旋即想起了资料里的一段介绍。如果奥斯顿请求密谈，或者直接询问某件事情的答复，就告诉他，等离开奥拉维时给他答案，果然是艾弥留斯预料中的事情。我只需要注意态度和语气，还有鲁恩贵族的独特用词和发音。克莱恩轻轻点头，严肃说道：“再等几天。离开奥拉维时告诉你答案。”奥斯顿没有起疑，低笑道：“你似乎在等待什么事情给你决定的力量，让艾弥留斯上将必须独自行动的那件事情。”克莱恩心中一动，熟稔的用高位者的语气说道：“收起你的揣测。”说完，他由颈转动，迈开步伐，走向了宴会大厅。奥斯顿·利维特注视着哥哥的背影，表情逐渐变冷，幅度很小的摇了摇头。进入宴会大厅，克莱恩环顾一圈，走向了摆放食物的长条桌，并时不时停下来与靠近者寒暄2句。这个过程中，他发现自己根本不需要去了解攀谈者提起的话题，只用偶尔给予点头，就能让交谈在和谐愉快的氛围里进行下去。直至尾声，果然，大人物的身份让某些方面的扮演变得简单，但相应的，另外一些事情就会困难。克莱恩闯过重重阻碍，终于抵达了长条桌。他随意拿起个餐盘，在心里告诉自己，艾弥留斯上将喜欢鱼、牛和龙虾，讨厌鸡和鹅，所以避开了烤子鸡、贝克兰德式烧鹅等食物，取用了牛排、煎龙骨鱼和奶油芝士焗奥拉维大龙虾。因为金属器皿下方或铺有石棉，放着烧红的煤炭，或有容器装满热水，所以食物们依然保持着足够的温度。克莱恩吃到第一口时，差点感动至崩掉人设。他努力维持住了艾弥留斯上将的形象，端着餐盘，与港口城市议员、海军代理商等形形色色的人交谈，非常认真地倾听他们的话语，并时不时往嘴里塞点食物。他有注意到，一位穿燕尾正装的年轻男子始终跟随在自己不远处。对方金发整齐后梳，发际线略高，有双偏浅的蓝色眼睛，容貌清秀，文质彬彬，和照片一致。艾弥留斯的秘书吕尔安。克莱恩控制住自己，没去打量对方，抢在宴会结束前彻底填饱了肚子。出了总督府，克莱恩上了被将军卫队保护着的马车，坐至酒柜的侧方。金发秘书吕尔安跟随入内，皮靴踩着厚软的地毯，无声移动到克莱恩的对面。他坐了下去，但只有1/3个屁股挨着位置。马车开始行驶，吕尔安从提着的黑色公文包里取出了一叠文件。上将阁下，
这是奥拉维海军基地提交的1349年汇总账目，克莱恩伸手接过，随意翻了几页，浏览了一下。什么？一卷卫生纸要1磅？海军基地的澡堂1年里翻修了20次。克莱恩只是粗略做了下计算，就发现了种种荒谬的地方。这做账的手法是不是太简单粗暴了？我都可以给他们开门课程，专门教导怎么报销。克莱恩认真思考起自己该表现出什么样的态度。在他看来，伪装艾米留斯最大的难点就在于瞒过吕尔安。这不是说奥斯顿总督和辛西亚小姐没有秘书先生熟悉艾米留斯上将，而是奥斯顿作为弟弟，即使发现什么问题，得到暗示后，也可能会帮着兄长隐瞒。同样，身为情妇，辛西亚依附上将有帮助遮掩的倾向。当然，不排除辛西亚是间谍或被间谍利用的可能，但都没有本身就是监督者的吕尔安危险。不能暴露一点问题。艾米留斯上将面对这样的报告会是什么态度？勃然大怒，或者假装勃然大怒？不，奥拉维海军基地的人不会那么大胆，直接提交这么一份问题明显的报告，将艾米留斯上将视作瞎子。他们必然有一定的把握和默契，因为资料上没类似的情况。克莱恩只能根据自己的经验做出判断，而且他能确认一点，那就是奥拉维海军基地的报告要么属于艾米留斯上将预料之外的情况，要么被他认为不是重点，是单纯的日程，随便就能应付过去。无论是哪种可能，都可以用一种上位者惯常的姿态来应付，那就是不表态。克莱恩合拢文件，递回给金发秘书吕尔安，没什么表情的说了一句：放到我的书桌上。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我会仔细看看，往外会因解读者的立场不同有不同的意思。如果奥拉维海军基地搞的是突然袭击，那这意味着上将阁下有些不满，等待解释。若这是双方有默契的事情，则说明艾米留斯上将希望拿到更大的利益。至于会不会因此得罪人，克莱恩完全不在乎，反正过几天他就不是艾米留斯利维特了。他相信那位真正的半神有的是办法压制手下们的愤怒。另外，他分外感谢艾米留斯不是风暴教会的半神，否则这个时候他就得考虑是直接点头通过报告，还是暴躁的把文件丢回去，顺便扔几个人去海里喂鱼。是，上将阁下。金发秘书吕尔表情不变，早有预料般将文件塞回了黑色公文包。接下来的路途里，克莱恩根据艾米留斯利维特的习惯，后靠住箱壁，半闭起眼睛，仿佛在思考问题。然而他什么都没想。吕尔安保持着沉默，始终未贸然开口。一根根人高的铁黑色煤气路灯飞快后掠，马车驶到海军基地附近，拐入了一栋有花园和草坪的房屋。克莱恩刚走上台阶，就有管家打开房门，一位位仆人则恭敬地侍立在两侧。这房屋的客厅布置得很典雅，悬挂有风景类油画，摆放着石膏雕像、素雅花瓶等饰物，一种浅淡却绵长的香味徘徊弥漫，沁入心肺。本该因此放松的克莱恩反倒暗自紧绷，看见位穿着家居衣裙的美丽小姐迎了过来。她大概20出头，金发润泽披下，蓝眼望来之际，似有光辉暗藏，在充满女性柔美的同时，又残留着几分少女感，正是艾米留斯上将的情妇辛西亚。克莱恩克制住内心的不自在，让艾米留斯严肃的脸上露出笑容，接着张开了双臂。辛西亚投入他的怀里，踮起脚尖，脸颊贴脸颊的低声笑道：将军，已经给你烧好热水，放入了浴缸，这是一直有派人注意晚宴什么时候结束啊？做情妇也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艾米留斯确实喜欢泡热水澡，放松兼思考。为了不注意两人紧贴脸颊的克莱恩，任由自己胡思乱想。作为一个性取向正常的男人，他本该在尴尬的同时略微享受这种和美丽异性的靠近，但是临时契约让他一点额外的冲动都没有，于是就只剩下不自在。很好，克莱恩赞美了一声，双手有种无处安放感的轻轻推开了辛西亚。知道上将阁下不喜欢当着仆人们的面亲热，辛西亚顺势退开，引着克莱恩上到2楼，进入盥洗室，并准备好了浴袍。做完这一切，辛西亚吩咐仆人们不听见铃铛的声音，不要到2楼来，然后回到卧室，脱掉全部的衣裙，换上了纯丝绸的睡袍。睡袍领口开得很大，露出一片诱人的雪白，而那沟壑间垂着一枚奇特的项链坠子，它就像是缩小到只有指节长的黑色犀牛角。辛西亚取掉这项链，将它塞至枕头底下，然后有些羞赧有些犹豫地离开卧室，走至上将泡澡的盥洗室外，鼓起勇气拧动了把手。
他手掌顿住，发现盥洗室的门不知什么时候已被反锁。辛西亚一脸茫然的又本能拧了2下，咔咔，盥洗室的门纹丝不动。第142章警告。盥洗室内干湿分区，弥漫的水蒸气笼罩了整个浴缸。克莱恩除了头部，整个人都进入了热水，舒服的躺在那里，连脚趾头都不想动一下。多么美好的夜晚啊！如果外面没有辛西亚就好了，等下还得应付他。克莱恩叹息一声，考虑着之后怎么找借口回避亲近的事情。按照艾米留斯·利维特上将的特点，他决定先从工作入手，后续则排列最近身体不适，因为受伤失去了那方面的能力，刚服食了药物需要一定时间的消化。突然觉醒了真正的性取向，看卷毛狒狒都觉得眉清目秀等理由。至于这是否会对上将的形象造成损害，克莱恩一点心理压力都没有，只要不让辛西亚怀疑他是假的艾米留斯·利维特，他就算圆满完成了任务。事后怎么解释那些借口，怎么找理由恢复正常，都是艾米留斯上将的问题，和我格尔曼斯帕罗有什么关系？格尔曼斯帕罗败坏的形象又和我夏洛克莫里亚蒂有什么关系？克莱恩惬意的站起身，湿漉漉的走到外面，裹上浴巾，擦拭身体，换好悬挂在那里的浴袍。克莱恩无声吸了口气，如临大敌般解除反锁，拧开了盥洗室的房门。看见走廊上空空荡荡，只有2侧壁灯的光芒照亮黑暗的过道，克莱恩稍微放松了一点，不再那么紧绷。这简直和挑战海盗将军们的感觉差不多。嘀咕之中，他忽然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自己不知道主卧是哪个，书房是哪个。不管怎么样，都必须和辛西亚打声招呼，否则会显得艾米留斯上将心虚古怪。克莱恩回忆起类似房屋的格局，试图准确找到主卧室。就在这时，斜对面房间的门吱呀一声打开，只套了件丝绸睡袍的辛西亚走了出来。她金发略显凌乱的垂下，甚至有几缕鱼蔚蓝的眼睛和鲜艳的红唇前飘荡，让眸光半遮半掩，嘴唇似起似闭，在昏暗暧昧的环境里显得极为诱人。那丝绸睡袍的领口开得很大，雪白与沟壑同时映入了克莱恩的眼睛。克莱恩险些抬头眺望天花板，以逃避这强烈的刺激。冷静，冷静，你是艾米留斯·利维特，而且你也是见过吸金魔女的人。和疾病少女比起来，这位小姐的魅力明显还不够。等等，我为什么会去想魔女？谁知道他们以前是男的还是女的？克莱恩维持住视线，甚至玩味的从上往下，又从下往上打量了一遍。这一刻，他能感受到那种原始的欲望，但是下半身毫无动静。这是临时契约的第2种表现。其实吧，艾米留斯上将没必要那么麻烦，即使产生了冲动，我也能控制得住自己。我什么场面没见过？辛西亚和资料里记载的有点不一样啊，不是说他成为艾米留斯的情妇才1-2年，而且大部分时候都见不到对方，在那种事情上较为放不开，每次都得上将哄着吗？今天怎么有主动勾引的倾向？是感受到了地位的不稳固，还是他也被替换了？自从成为无面人，克莱恩看谁都像是假的。辛西亚眼帘低垂，原本强行鼓起的勇气在艾米留斯的审视下一点点消失，脸庞逐渐染上了惊心动魄的红晕，心里既羞赧又略微有些自豪。然后他听见上将阁下平静吩咐道：帮我准备咖啡，放到书房，我今晚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你不用等我。辛西亚茫然抬头，脸上羞红依旧，他一时竟无法理解艾米留斯上将的话语。克莱恩悄然吸了口气，上前抱住对方，亲吻了下额头。过几天我会好好陪你。这样的应对来自资料，他只是稍微更改了下用词。坦白的讲，如果不是事前有所了解，克莱恩肯定认为艾米留斯上将在与情妇相处时，在床上运动时也会板着那张脸，说什么做什么都非常严肃。然而这位半神也有语气柔和、言笑调情的一面，只是不太擅长说情话。这让他又明白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很多人仅看表面，是无法想象他私底下样子的。无面人要做真实伪装，必须有细致的调查和充分的了解，就像魔术师不进行无准备的表演一样。辛西亚流露出明显的失望，但很快就收敛住了那些情绪，堆起笑容道：好的，将军，你的睡衣在房间里，浴袍并不适合处理事情，这一点和资料里一致，较为体贴，懂得体谅人。克莱恩看着辛西亚转身进屋，拉响铃铛，
自己则趁这个机会脱掉浴袍，换上了暗红的睡衣和同色的睡裤。辛西亚殷勤地打开书房的门，将略显杂乱的桌子简单处理了一下，然后等待女仆泡好咖啡，亲手接过送了进来。这个过程里，克莱恩翻看着那些文件和资料，装出非常专业的样子。可实际上，铁甲舰、风帆战列舰等船只的相关数据和设计概念，他几乎没什么了解，和文盲差不多。在类似领域中，他仅知道航母、制空权、巨舰大炮、多炮塔等概念。眼角余光看见辛西亚无声离去，并顺手关上房门，克莱恩彻底松了口气，知道今晚算是混过去了。主卧室内，辛西亚抿住嘴唇，从枕头底下拿出了那条项链，将只有指节大小的黑色犀牛角饰物品紧握于掌心。他立在那里，低声祈祷道：“伟大的欲望母树，请让我变得更加动人，让艾弥留斯上将更加迷恋我，让他能从我这里体会到极致的快乐，并给我一个孩子。”安静的书房内，克莱恩沙沙翻看着面前堆放的文件，按照资料上的处理方式，将简单的挑选出来，刷刷签上了艾弥留斯利维特的大名。他之所以能模仿笔记，是因为无面人可以记忆目标特点，小丑为之提供精准的控制力。复杂的、看不太懂的那些，克莱恩则写下了相仿的批示。再研究一下，忙碌至凌晨，克莱恩伸掌捂嘴，小小打了个哈欠。不行，必须睡一下，明天还有很多挑战，得保持充沛的精力。克莱恩想了想，放弃了回主卧的打算。他抬起右手，按住两只半闭上的眼睛，猛地往下一拉，将它们移到了鼻梁中段两侧。紧接着，克莱恩在原本眼睛所在的位置分开两道缝隙，用血肉伪装出一对假眼。成了无面人后，我真是越来越像怪物了。要是我上学那会有这样的神迹就好了。他无声叹息，就那样半俯身体，睁眼紧闭，假眼睁开的看着文件入睡。小丑的特殊让他本能保持着平衡，一动不动，仿佛大理石雕像。不知过了多久，克莱恩忽然在梦中惊醒，察觉到有力量试图将自己拉进深眠并入侵进来。谁？我最近没做什么事情啊，怎么会有人想进入我的梦里？不对，我现在是艾弥留斯利维特上将。克莱恩心中一动，当即变化了模样，哪怕在梦中也成为了那位半神。与此同时，他只觉自己的意识在紧缩，仿佛躲避着什么。这和正常的入梦不同啊，我明明已经恢复理智，可以自行挣脱，清醒过来，可却怎么都离不开梦境。克莱恩略作尝试，就发现了更多的古怪。他清楚的知道自己在睡觉，并能感应和操纵梦外的身体，但不管怎么样，都无法醒来。紧接着，他眼前模糊白气弥漫，凝成了一道看不清样子的身影。克莱恩眼睛微眯，精神穿透梦境，让现实的身体无声移动了起来，然后将手掌放入衣兜，触碰到那枚第9律符咒。这时，那模糊的身影平静开口道：“不要参与奥斯顿他们的事情，这是一个警告。”有点厉害啊，竟然警告一位半神。奥斯顿他们究竟想做什么事情？克莱恩想了想，略微蔓延灵性，让第9律符咒散发出深沉的威严，然后模仿他在梦里表现出类似的感觉。随即沉声开口道：“你是谁？你代表着谁？”那模糊的身影愣了一下，旋即叹息笑道：“不愧是执法者艾弥留斯，竟然能在这种情况下保持住清醒。不，艾弥留斯虽然号称执法者，但他并不擅长类似的事情。你应该说，不愧是愚者大人。”克莱恩腹诽了2句，严肃说道：“回答我的问题。”那模糊的身影轻笑一声道：“你不需要知道我是谁。作为一名半神，你应该很清楚万事万物都有它的命运，每个时代同样如此。不要违抗一个时代的命运，也就是它的潮流，这只会让你成为历史的牺牲品。时代的命运，时代的潮流，历史的牺牲品。”听到这里，克莱恩忽然想起了一个名词：黄昏隐士会。但克莱恩没有开口，没有吐露那几个单词，因为最近几天的艾弥留斯上将是他自己。那模糊的身影见执法者艾弥留斯陷入沉默，没有再多说什么，重新化成弥漫的白气，消失在了这片梦境里。第143章顺利的第一天。艾弥留斯和奥斯顿利维特他们究竟在谋划什么事情，竟然引来了黄昏隐士会的警告，不是能真切改变时代、影响历史走向的关键点。这古老而隐秘的组织根本不会出面，即使不透露身份，
克莱恩立在梦境里的恢宏城堡边缘，若有所思地望着刚才模糊人影消失的地方。念头纷呈间，他忽然醒悟了一点，对刚才的猜测不再那么肯定。艾弥留斯上将和他弟弟谋划的事情未必真的会影响时代的潮流。虽然黄昏隐士会只干涉这方面的重大问题，但作为一位隐秘组织的首领，克莱恩清楚明白的知道，类似的组织除了践行本身的宗旨和理念，还存在成员间的互相帮助。从罗塞尔大帝的日记可以看出，黄昏隐士会有着不同领域、不同地位、不同序列的成员，除了部分狂热的信仰着最初那位造物主，等待黄昏来临，真神苏醒，其余都有各自的利益诉求。这样的情况下，只要组织者没从一开始就严格的进行控制，内部委托就必然会出现。也许奥斯顿利维特谋划的事情只是会影响某位黄昏隐士会成员，被他提前察觉，做了内部委托，让别的成员以时代潮流为借口来警告艾弥留斯利维特。从这个逻辑出发，潜藏的东西就有点意思了。以黄昏隐士会的位格，应该只有序列4的执法者艾弥留斯是可以不太困难清除的目标。我甚至怀疑他们能出动3位以上的天使，胜过7大教会。那么为什么不直接动手，还要来提前做个警告？在贝克兰德的时候，真要有天使出现，说不定哪位真神就降临了。所以黄昏隐士会不得不采用更迂回、更不显眼的方式处理尼根公爵。但这里是奥拉维岛，连高序列强者都不是常驻。警告是因为黄昏隐士会崇尚隐秘，不愿意暴露自身，尽量不采用激烈的手段，还是那位做内部委托的成员不希望看见艾弥留斯身亡。对他来说，这位上将相当有用，舍不得放弃，即使对方可能参与对他不利的行动。那他现实的身份似乎就能圈定几个范围了。克莱恩大胆假设，却无从求证，只能暂时放下这件事情，将他抛到了脑后。反正引来黄昏隐士会警告的是艾弥留斯上将，和我没什么关系。只要我这几天什么都不做，不掺和，就能顺利撑到委托结束。以后会怎么发展，与我无关。以我现在的位阶，调查黄昏隐士会还差得太远，根本没资格窥探什么。克莱恩遵从内心的意志，转而审视起自家塔罗会。呵，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别的隐秘组织是以践行本身的宗旨和理念为主，夹杂成员间的互相帮助，而我们塔罗会就厉害了，只有彼此委托，没有宗旨和理念。不，在某些成员眼里是存在宗旨和理念的，比如月亮同学相信这是一个为救世而诞生的组织。愚者克莱恩自嘲一笑，退出了梦境。他将假眼揉掉，将真眼推回原位，动作非常流畅，途中突有停顿。刚才不是简单的入梦。回味之前，克莱恩微微皱起了眉头，因为那力量最先是试图将他拉入沉眠，而当时我已经睡着，他为什么还会那样做？队长说过，梦魇能直接看见梦境，不可能犯这种错误，所以刚才那位来访者采用的不是类梦魇的非凡能力，而是别的方法。临界定位，或者知道我的位置后，通过戴丽女士描述的集体潜意识大海，直接影响我的心智体。我更倾向于第二种，只有这样才能解释我为什么明明已经恢复理智，却无法挣脱梦境。罗塞尔大帝在日记里也说过，他参与的疑似黄昏隐士会的组织是通过一个覆盖大陆的真实梦境来进行聚会的。真实的梦境。克莱恩点了点头，于叹息中无声笑道，艾弥留斯上将肯定没料到黄昏隐士会的警告，也就是雇佣到了我，换做别的什么人，刚才已经暴露，我算是对得起第9律符咒了。白银之城圆塔内部，属于首席科林伊利亚特的房间内，被召集而来的戴里克伯格又一次看见了那位头发花白、脸颊残留陈旧疤痕的猎魔者，心里颇有点惴惴不安。等他完成了问候，科林上下打量了一眼道，你晋升了？是的，我已经是序列7的太阳神官。戴里克早就做过登记，此时更加不会隐瞒。科林深邃沧桑的浅蓝色眼眸移开，状似不经意的问道，有后续的魔药配方吗？最早的戴里克肯定会直接回答没有，但现在的他开口之前已经习惯做一下思考。如果说没有，之后又获得晋升，且缺乏相应的精力支撑，那肯定会被确认为有问题。但要是回答有，首席也许会让我拿出来兑换物品，并着手培养更多的太阳途径非凡者，这将毫无疑问的证明我撒谎。戴里克思绪一转，诚恳说道，没有，在他想来，精力是可以制造的。
柯林不见异常的点了点头。大概2个月后，我会给你安排一次探索，跟随小队将我们之前借助杰克寻找到的路径和废墟固定下来，做第2次清理。希望你能有更多的收获。是。首席阁下戴里克刚做出回应，忽然想起了牧羊人长老洛威亚。天亮之后，克莱恩在辛西亚的服侍下更换好衣物，享用了丰盛的早餐，接着乘坐马车，在将军卫队簇拥里进入奥拉维海军基地。上午，他在准将、上校们的陪同下视察了船只状况、弹药库存，参观了新建的训练场和过去1年返修20次的澡堂。与海军食堂用过午餐，克莱恩根据日程安排里的计划，召集少校以上的军官，听取汇报。这个过程中，他面前始终摊开着一本厚实的黑皮笔记本，里面有艾弥留斯上将特意准备的一些问题。过去几十年里，因为克扣薪水、虐待水手，奥拉维共发生17起底层士兵叛乱。在皇家海军最新条例颁布后，得益于上将阁下您的引导，我们已经改善了这种风气。最近3年内，再没有类似的事情。奥拉维海军基地的一位上校站在原位，汇报着整体情况。他时不时抬头看一眼艾弥留斯利维特上将，发现这位阁下听得非常认真，一直在做笔记，沙沙沙的声音让围坐成一圈的军官们谁也不敢懈怠，同样专注地记录着要点。得到如此积极回应的上校，汇报的声音不知不觉变大了一点。好无聊啊！克莱恩拿着钢笔，在黑皮笔记本上随意地画着乌龟、章鱼和巨龙等生物。因为没学过素描，他都是想到哪画到哪，于是惨不忍睹。到了后来，他甚至画了一根根交错的实线，自己和自己玩起了罗塞尔大帝发明的五子棋。当然，他丰富的经验和对身份的自觉，都让他时不时抬头，认真严肃地看一眼汇报者，并给予点头激励。至于对方在讲什么，他完全没留意，只能记住偶尔听到的句子。汇报的间歇，克莱恩会望一眼金发秘书吕尔安，让他代替自己就汇报的内容提出几个需要解释的点，一切都在流程中。到了最后，克莱恩将黑皮笔记本往前翻了几页，用鲁恩贵族的腔调念起了秘书先生草拟上将修改过的报告，并根据实际情况和艾弥留斯的用词习惯，加一些连接语和口癖词，比如以下还有几点，我再讲几点。会议结束已经是傍晚，克莱恩在吕尔安秘书陪同下离开奥拉维基地，前往一位海军代理商的府邸参与晚宴。晚宴之上，他们闲聊着港口物资的价格波动，克莱恩则学着艾弥留斯上将，时不时讲一个过时的贝克兰德笑话，引来所有人的热烈回应，纷纷称赞上将阁下真是幽默。顺利扮演到宴会结束，克莱恩登上马车，竟有种身心疲惫的感觉，每1分1秒都得注意自己的言谈和举止，真实扮演一天比和海盗将军战斗一场还累。克莱恩无声吐气，表面不动声色地半闭起眼睛。他知道今天最困难的阶段还没有过去，接下来还得应付辛西亚。别墅内，辛西亚从外出探听的侍者口中知晓艾弥留斯上将即将归来，他悄然返回卧室，取下那黑色犀牛角般的小型坠子，用金属薄片刮擦下些许粉末，融入白釉瓷茶杯内的热水里。默念欲望之术的尊名7遍，又等待了几十秒，他饱含希望地端起茶杯，咕噜喝完。第144章艾弥留斯的决断。望着在黑暗里散发出灯火光芒的别墅，克莱恩做了好几秒的心理准备，才走下马车，沿3层台阶来到大门口，在分列2侧的将军卫队和侍者仆人簇拥中进入了房屋。看见辛西亚因为有别人在，家居衣物保守，克莱恩无声松了口气，保持严肃正经的表情不变，缓步靠拢过去。辛西亚的笑容愈发明显，将垂落的几缕发丝撩至耳后，露出了修长白皙的脖子，上面没有项链存在的痕迹。见秘书吕尔安和将军卫队的成员们或前往自身居住的房间，或散开警戒屋外，克莱恩抢在辛西亚给予拥抱前，沉声说道：“不用准备热水，给我一个安静的房间，我需要独自待一晚。”辛西亚用眼神表示了自己的茫然和疑惑。克莱恩环顾一圈，低沉说道：“出了点状况，我必须进入非常平静的状态来恢复说话间。”他抬起右手，略微拉动袖口，展现出一颗颗分明的浅色肉芽。身体状况不佳，有一定的异常反应，是艾弥留斯上将为之前那个流浪汉替身准备的借口，以帮助他逃避辛西亚的亲近要求而不暴露问题。克莱恩为了增强说服力，
故意用无面人的技巧给出了证据。辛西亚嘴巴张开，险些尖叫，还好他及时伸掌，将嗓音堵了回去。没问题吧？需要找医生吗？辛西亚稍有缓和，立刻紧张询问，关切之情溢于言表。不，这是获得强大力量的必要代价。我平静2-3天就能恢复正常。克莱恩将后续的理由也找好了。好的，辛西亚忙引领克莱恩上到2楼，带着他进入最安静的那个房间。至于主卧，因为他点有几根熏香，撒了些味道清幽的纯露，所以未曾让出。看着房门合拢，克莱恩缓慢吐了口气，换掉穿着的将军礼服，惬意躺到了床上。不远处的主卧室内，又担忧又失落的辛西亚泡了个热水澡，同样进入了被窝。他眼睛没有焦距地望着天花板，不由自主想起了几天前父亲和母亲的叮嘱，他们让他讨好艾弥留斯上将，最好能怀上他的孩子，这样一来，家族就能获得更多的中苏尼亚海军舰队代理份额。将军的心里好像藏着很多事情，以至于身体都出现了一定的异常。辛西亚漫无边际地想着，思绪逐渐飘散，他不知不觉睡了过去。隐约间，他觉得肠胃有点发热，身体有点发热，在梦中似乎看见了一片漆黑的夜空，上面点缀着一颗颗璀璨的星星，其中一颗仿佛感受到了他的注视，绽放出更加明亮的光芒。第二天上午，神清气爽的克莱恩享用过丰盛但没什么特色的早餐，再次于将军卫队的簇拥下，来到奥拉维海军基地，征用了最豪华最宽敞的那间办公室。按照艾弥留斯上将的习惯，他每隔2-3天就会独处一段时间，以更深层次的研究和掌握自身的非凡能力，开发出更多更实用的技巧。所以克莱恩将有大半天不受打扰的时光，剩下只需处理一些简单公务。安静宽敞的办公室内，克莱恩或悠闲的来回踱步，或抽取架上的书籍翻阅，时不时伸掌探入衣兜，触碰第9律符咒，让他散发出异常深沉的威严，这是为了让外间的金发秘书吕尔安相信艾弥留斯上将没有异常。不知过了多久，克莱恩有些犯困，打算小睡一会。就在这时，他听见了咚咚咚的敲门声，有很重要的事情。克莱恩眉头一下皱起，能让吕尔安秘书打扰艾弥留斯上将专注练习的事情肯定不会简单。进来，克莱恩收敛住情绪，沉声回应道。长相清秀的金发年轻人吕尔安拧动把手，开门进来，掌中似乎抓着份电报。他压低嗓音道：上将阁下，贝克兰德的电报，奥斯顿先生的总督职位被解除，由市议会议长暂代。据说新的总督今天就会抵达奥斯顿利维特，被解除了总督职位。他们的密谋已经被发现，也是黄昏影视会都来警告我，不，艾弥留斯了，说明他们早就掌握了具体的情况，再通过某些成员的运作，事情大概率就会通过一系列职位的变更消弭于无形。前晚才警告，今天就开始行动，他们准备了很久吧？仅从新总督今天会抵达就能看出这点。克莱恩先是一惊，旋即感觉这在情理之中。他学着艾弥留斯上将面对重大问题时的姿态，来回踱了几步，表情严肃地说道：我知道了。克莱恩没有表态，没有下达任何命令，显得极为深沉。然而实际上是他根本没想好该怎么做。我们大吃货帝国有句俗语是一动不如一静，不知道罗塞尔有没有把它翻译过来。克莱恩半是自嘲半是吐槽地想着。吕尔安抬头望了眼艾弥留斯上将，没多说什么，安静地退出了办公室。克莱恩再次踱步，思考真正的艾弥留斯上将站在这里会做什么选择。这是意料情况外的重要事件，没有相应的预案，所以克莱恩只能根据艾弥留斯的性格、经历和资料上的某些自我陈述来代入，来推想。他是一个保守的人，即使处在中低序列，混迹于各种船只时，也很少有冒险的举动。他自认为是一个重视家族、重视亲人、重视孩子、重视情感的鲁恩贵族，是一个很有风度、很讨女性喜欢的绅士。这一点值得商榷。以他的位阶和身份，哪怕换一只卷毛狒狒，也会受到女性和男士们的喜爱，甚至更受喜爱。至少卷毛狒狒不会讲过时的笑话。克莱恩脑海内闪过一条条信息，并交织成立体的艾弥留斯上将形象。这样的沉浸代入中，他又听到了咚咚咚的敲门声。进来，克莱恩的精神一下高度紧绷。金发秘书吕尔安开门进来，指了指外面道：上将阁下，奥斯顿先生想见您。奥斯顿怎么过来了？
他想见艾弥留斯是寻求保护，还是打算垂死挣扎？克莱恩眼睛微眯，发现自己不得不替艾弥留斯上将做出决断了。他会怎么做？收到黄昏影视会的警告后，他应该明白事情已经暴露，目标早就有了准备。以他保守的性格，选择可以想象，可是他也很注重亲情，甚至在资料里详细的描述了奥斯顿利维特的一些趣事。不难看出，里面蕴藏着兄长对幼弟的关切和喜爱。他不爱大麻、香烟，喝酒只是交际，除了有点沉迷美色，没什么大的毛病。他很重视家族。家族，克莱恩飞快回想让自己彻底融入艾弥留斯这个身份，体悟着对方蕴藏的情感和重视的事情。家族，这一刻，他仿佛化身成了艾弥留斯，但又以抽离的姿态分析着种种问题。沉默了10几秒后，克莱恩听见自己用一种有些陌生的冷淡口吻说道：“告诉他，我有很多事情处理，没时间见他。还有，给他买一张回贝克兰德的船票。”吕尔安仿佛早有预料，收回视线，不见异常的回应道：“是。”上将阁下看着吕尔安退出办公室，去外面寻找奥斯顿利维特。克莱恩就像真正的艾弥留斯利维特一样，轻轻叹了口气。他知道对方若是提前回来，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因为他最重视的是家族。在谋划已经暴露的情况下，艾弥留斯不会拼掉最后一个筹码，将家族置于覆灭的危险中。只要他没有掺和，只要他还是半神，即使之后不再担任中苏尼亚海军的最高统帅，利维特家族也不会受到太严重的损害。而让秘书去代买船票，则是表明艾弥留斯依旧将奥斯顿当成兄弟，警告其他人不要在问题弄清楚前伤害对方。过了近1分钟，金发秘书吕尔安返回道：“上将阁下，奥斯顿先生离开了。艾弥留斯很重视亲情。”克莱恩默然2秒，背对秘书低沉问道：“他有说什么吗？”吕尔安如实回答道：“他说你果然是一个天生冷酷的人。”克莱恩安静听完，嘴角微翘，露出个没有笑意的笑容。这是他本能的反应，但在已经融入艾弥留斯身份的情况下，他相信那位上将也会有同样的表达。那种感受，那种情绪是一致的。接下来的时光，克莱恩坐在办公室内，没见任何客人，也未处理一件公务，只是偶尔沉默的听吕尔安秘书汇报奥拉维岛上的情况，直至新总督抵达，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傍晚时分，他推掉了预定的晚宴，回到那栋花园别墅，看着迎面走来的辛西亚，与对方拥抱了一下，然后他平静说道：“奥斯顿被解除总督职位了。”所有的唏嘘，所有的叹息，所有的痛苦，都凝缩在了这句没什么情感的话语里。我听说了，应该没事的，对吧？辛西亚紧张问道。克莱恩闭了闭眼睛，没再提这件事情，只轻轻嗯了一声。刚才那句话语就是一位严肃古板、保守内敛的高位者所能做出的最明显的情感倾诉。第145章夜深。辛西亚隐隐约约能感受到艾弥留斯上将那种内敛而深沉的痛苦和无奈，没有再多说什么，只是紧紧拥抱着他，用自身的陪伴与相依给予平复心情的力量。简单用过晚餐，克莱恩泡过热水澡，照旧进入最安静的那间客房，躺到床上，望着天花板发呆。他知道自己现在有些沉浸于艾弥留斯上将这个角色，因为那种对命运的无奈，对痛苦的隐藏，都与他自己的人生经历相似，从而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如果不是已经明目融入又抽离的方法，我现在可能会有点迷失自己。呵呵，这就像上辈子的某些演员带入角色太深，无法走出来，以至于出现精神方面的问题。而对非凡者来说，精神的问题也许会被放大。克莱恩情绪低沉的同时，清楚的知道自己究竟是谁。没想到一位身居高位的海军上将，半神半人的圣者，依旧有这么大的无奈，这么痛苦的体验。力量能带来很多，但不是万能药。千人千面，这就是一位半神最真实的一面。克莱恩看到绯红的月光逐渐明显，染红了房间内的每一个家具。此时此刻，通过与艾弥留斯上将经历的共鸣，通过双方不同之处的对比，通过之前扮演的经验，克莱恩在心里建立起一个更加立体、更加真实的艾弥留斯形象的同时，也让相对模糊的自身越来越清晰。一个重感情的人，一个来自地球，但也被克莱恩莫雷蒂碎片记忆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做了些许塑造的人，一个没多长时间职业者生涯，
却被那段经历深刻影响着行为选择的人。一个既明哲保身，害怕危险，又能在关键时刻战胜自己的人。一个发自内心想偷懒，想要美食，想要旅行，想要享受生活，却不得不为了更加重要的事情忙碌奔波的人。一个喜欢美丽女士，却又能坚持原则，不放纵自身的人。一个爱钱但舍得为哥哥妹妹支出大笔开销的人。一个总是将痛苦埋藏在心，将笑容展现于外的人。一个习惯在内心吐槽，表面彬彬有礼的人。一个能战胜心理障碍，却不会突破底线的人。一个会因表演尴尬的人，也是一个守护者，一个时刻面对危险与疯狂的可怜虫。克莱恩嘴角微翘，无声补了一句。这样一个个念头在心里闪过，他仿佛真切地触碰到了自己。不知不觉，克莱恩睡了过去，身心平和。主卧室内，辛西亚也已睡着。他穿着睡袍，双腿裸露出来，夹着叠了几层的被子，轻轻摩挲着。他的手无意识抓挠着皮肤，抓出了一条条红痕，一颗颗细小的凸起。他在梦境之中，又看见了那片虚幻不真实的唯美星空，看见了那颗绽放出明亮光芒的星星。他的世界越拉越近，隐约看清楚了那颗星星。呼！克莱恩突然从梦中醒来，眼前似乎还残留着那种难以言喻的阴影。我怎么会做这种梦？他微皱眉头，有些不敢相信地转了转脑袋。刚才他不仅梦到了只穿一件丝绸睡袍的辛西亚，并与对方发生了超友谊关系，而且还梦到了他见过赤裸身体的欢愉魔女雪伦夫人，梦到了精致仿佛人偶的沙伦小姐，梦到了容貌还比较模糊的正义小姐，梦到了特里斯奇克，梦到了特雷茜，梦到了自身见过的一位位美丽女性，然后用各种方式与他们纵情交缠。对不少非凡者和普通人来说，这可能只是最近受到勾引，又压抑住了自身的正常反应，但身为一名占卜家，梦境是有特殊含义的。这不是占卜家的启示梦境，而是外来的影响。有敌人。克莱恩悚然一惊，很快有了判断。与此同时，他谨慎地翻身下床，飞快穿上了将军礼服。这样一来，他就有第9律符咒和蠕动的饥饿在身上，具备了强大的自保能力。因为不清楚目前的状况，克莱恩没尝试去挥舞之上，依旧将自己视作艾米留斯。沉着张脸庞，克莱恩小心地走至门边，探掌握住了把手。这个刹那，他似乎终于找回了与现实世界的交互，听见门外传来嘈杂而混乱的诸多声音。这里面有明显的咀嚼声，有放纵的呻吟声，有愤怒的嘶吼声，有尖锐的催促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前一切都正常啊。克莱恩吞了口唾液，借助冥想让自己保持住必须的平静。他每天都有用灵视查看这栋别墅内的状况，可一直没发现任何问题。将军卫队呢？吕尔安秘书呢？克莱恩越是思考当前的状况，越是觉得事情诡异而恐怖。他一只手触碰第9律符咒，让那种深沉的威严散发出去，压制住了流淌于空气里的不安。左掌用力，克莱恩拧动把手，打开了房门。他还未踏出脚步，就看见过道对面坐着位穿红马甲的侍者。这侍者面前摆放着许多或熟或生的食物，里面有牛排、羔羊肉、龙骨鱼和奥拉维大龙虾。这时，侍者拿起了那条似乎刚结束挣扎的大鱼，抬头望向对面的克莱恩，呆滞笑道：“将军，我一直都好羡慕你们的食物。”他的肚子与之前不同，已高高鼓起，如同女性怀孕7、8个月时的状态。话音刚落，这侍者抬起双手，狠狠咬了口生的龙骨鱼，强行撕扯下一块非常厚实的肉。他嘴边流淌下了鲜红的血液，他的咀嚼声是那样让人浑身发寒。他急促地蠕动喉咙，吞咽下了口中的食物。他高高鼓起的肚子一颤一颤，仿佛随时会撑到炸裂。这是本能的食欲控制。克莱恩凝重地看着眼前侍者，不知道为什么联想到了因暴饮暴食突发疾病身亡的那位流浪汉替身。他没时间去多想，也未尝试拯救那位疯狂进食的侍者，因为他知道事情的根源如果未被解决，那再怎么做也不会有明显的效果。克莱恩移动脚步，根据灵性直觉的指引，谨慎地向主卧的位置前行起来。那里的门口有2位女仆，一个坐在另一个身上，弯腰掐住了对方的喉咙。他笑容满面地摇晃着底下的女仆，急声催促道：“快，快赞美我，快，快夸奖我！”渴望认同的欲望
克莱恩皱了下眉头，几步靠近，探长握住了上面那位女仆的衣领，啪，他将对方甩到另外那边的墙上，撞得昏迷了过去。但这不影响那位女仆又摸索着爬了过来，底下的那位女仆则一直在打哈欠，睁不开眼睛，哪怕被掐住脖子时也一样，似乎怎么都睡不够。这样的场面，克莱恩一时竟有了逃离这里，向教会和军方请求帮助的冲动。然而，奥拉维岛上目前最厉害的正是艾弥留斯上将，而我现在就是艾弥留斯。不过，等下要是情况不对，该撤还是得撤，不能用生命来扮演。克莱恩头皮隐约有些发麻的推开了虚掩的主卧室房门，门后最先传出的是纵情的、欢愉的呻吟，接着有让人心跳加速、血液下流的味道钻入克莱恩的鼻端，另外还有各种体液的气味混杂弥漫，让人脑海内不由自主就浮现出一幕放纵欲望的场景。紧接着，克莱恩看见了金发秘书吕尔安，他站在门边，用一种俯视的态度冷淡的看着里面，傲慢之感宛若实质。察觉到有人进来，他回头看了一眼，发现是艾弥留斯上将，他的表情没有变化，他的目光同样没有变化，就像在看一个普通人，一个小人物。这秘书平时很恭敬啊，实际上竟然是这么傲慢的人。克莱恩原本要询问似乎还有理智的吕尔安一句，却看见对方又移过目光，居高临下般望向主卧室中央。他只是看起来正常。克莱恩循着吕尔安的视线，发现主卧室中央的床上有一个高达3米的白皙身体，其余的将军卫队成员和女仆们人数不等的成组散在卧室地毯上，纵情享受着彼此的身体。这是什么怪物？克莱恩又一次刷新了自己的神秘学知识。左掌自然低垂，准备战斗。就在这个时候，那高达3米的可怕身体顶端，一个脑袋转了过来。这是位女性，她有着金色的长发和蔚蓝的眼睛，有着高挺的鼻梁和丰润的唇瓣，正是柔美又残余几分少女感的辛西亚。辛西亚脸颊酡红的俯视着克莱恩，带着几分羞涩的说道：将军，我想和你有一个孩子。